你好，我是阿力。那么今天的视频呢，你将会看到第一 Coinbase 上线史币毫无节操，更没节操的呢是他们有老鼠仓。那么更没节操的呢是 Coinbase 的高管呢在抛售 Coinbase 的股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印度人在抛弃比特币买入以太坊。那么我们会重点来讨论一下，在未来以太坊是不是真的会超越比特币成为币圈的老大。我会在最后说出我自己的一个操作思路仅供大家参考。好，我是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呢，我的频道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美股投资非常强烈的建议你先订阅再观看以防看完之后忘记订阅，结果几天之后想起来我讲的还不错那到时候又找不到我的频道了。那么这是真事一个朋友亲身经历，后来找到我之后过了好久才找到我，然后告诉我的这件事情那么好，我们步入正题首先第一件事情 Coinbase Pro 宣布在美国西部时间9月9号上午9点的时候上线史币。那么我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看法那么我曾经评论过史币终将归零那么 Coinbase 竟然是如此的没有底线上了一个非常没有价值的一个 token。那么开个玩笑，其实 Coinbase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的话，上什么币根本就是一个纯市场的行为我们可以理解。那么什么币受欢迎，什么币交易多这个能赚钱，他们就会上什么币，没有什么大毛病，大家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出现了，他们上市之前出现了老鼠仓那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练捕手的一篇文章他在8月份写的一篇文章。那么 Coinbase 上线新币屡屡出现老鼠仓现象，即在 Coinbase 上市宣布上线前几天出现异常大涨现象。这个据练捕手观察，今年以来 Coinbase 上线的一半以上的币种在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前述的现象。例如近期上线的 ACHPLA 两个新币在消息宣布前1周内价格分别上涨了近3倍与近4倍。7月上线的Mask 等币种也是提前数天上涨1倍。那么今天他们宣布史币即将上线那么史币就往上窜了 30%。那么在练捕手这篇文章的里面还有这个电报群的聊天截图，那么大家看给大家放出来，给看看这个群里面到底是怎么评价这个 Coinbase 的那么另外有数据显示 A16Z 基金创始人 Mark Andreessen 在最近1个月内出售价值 1.88 亿美元的 Coinbase 股票而过去1个月 Coinbase 内部人士出售了价值近 2.5 亿美元的 Coinbase 股票你说要命不要命如果说前面我说的这个基金公司这个 A16Z 的基金公司他们抛售一家股票，说明呢他们对这个公司的未来呢是不看好那么出手股票呢是属于正常的现象。但是内部员工他是最了解这家公司的你说 Coinbase 的内部员工是不是非常了解他们公司的各个的部门的协同，然后各个部门的运作以及未来的这个各个是要上线的什么东西非常了解但是这个内部员工他们还是把这个股票给抛售了，那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这个内部员工他不看好自己的这家公司所以呢我也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尽量不要碰这个股票那么 Robinhood 我觉得是比这个 Coinbase 是更加的有前途当然了这都是我的个人见解不构成投资建议。那么理由呢就是阿克基金的木头姐持有非常多的 Coinbase 的股票，这是最让我想不明白的一个地方那么整体来看呢 Coinbase 的股票自从上市以来呢表现的并不好那么上市的价格是250，那么现在还是个250，对吧？好，那么我们今天进入第二个话题长期来看这个以太坊到底会不会超越比特币成为币圈的老大？那么9月8号印度的经济时报报道印度人正在抛弃比特币转投以太坊那么近几日在当地的交易所购买 ETH 的人数激增，专家称许多投资者都是在卖出了部分或者全部的比特币资产之后押注以太坊。顶级交易所称过去的15天流入加密货币的资金中大约有 70% 流向了 ETH。 加密货币交易所 Biocoin CEO Shivam Sakra 表示长期和有经验的交易者最先卖出其他的资产买入 ETH， 然后呢就是千禧一代和新投资者。加密货币交易所 WazirX CEO Nisita Shetty称过去的6个月其平台上的 ETH 订单数呢增长超过了 150%。
他说呢，随着以太坊的这个升级和硬分叉，加上新兴的 DeFi 和这个 NFT 项目的这个进行火热，那么 ETH 变得越来越受欢迎。那么加密货币交易所 OKEX CEO G 号表示啊，在各种 DeFi 和这个 GameFi 热潮之下，目前新用户似乎对 ETH 比 BTC 更有信心。你看大家看这个OK 也就是 OE 的这个 CEO 啊，他应该叫 G 号啊，但是应该是姓郝。那么他也是他不是印度人了。那么我们经常提到的这个微博的大 V 江卓尔啊，也是持有相同的一个态度啊。江卓尔在微博上是这么说的啊，他说 ERP1599 销毁 ETH 的速度达到预期，目前已超过一次比特币减半的效果。那么 ETH 不再是无限燃料，而是不断通缩的黄金。注意说啊，他说是不断通缩的黄金。他说 ETH 从此成为储值资产、通缩资产加上生息资产加上生产资料4位一体的超级资产啊，对这个评价还是蛮高的啊。因此，在 ETH 合同自由的作用下，他说有2个预言啊。第一 ，ETH 将是牛市下半场的发动机 ，ETH 将比 BTC 更快突破前高。那么这一点，我之前在这个直播的时候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啊。那么第二点 ，ETH 总市值将在本轮牛市超过 BTC。目前 ETH 总市值相当于这个 BTC 的44%，也就是ETH 比上 BTC 从现在的 0.07 翻1倍到 0.16时，加密货币的王位将易手。那么截止到我做这个节目啊，以太坊一共燃烧了250万个以太币了。那么这个速度呢是超过了它增发的速度，所以理论上来讲是妥妥的这个通缩模型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是以太坊到底能不能取代比特币成为币圈的老大。那么下面呢是我个人的这个浅薄的见解啊，千万不要用来当做投资的参考。那么我认为啊，本轮牛市以太坊的总市值呢可能会短暂的超越比特币的总市值啊，那么这个时间可能不会持续太久，那么之后以太坊可能会进入熊市，所以说啊，在以太坊这个总市值超越比特币的那一时候啊，赶紧跑路套现，那么后面呢可能就不会再次超越比特币了啊。那么下面就是我分析的这个依据啊。那比特币啊是一切加密货币的这个始祖，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加密货币都是在比特币的这个代码这个 code 的基础上出来的啊。那么比特币作为一个基础啊，首先这个以太坊如果一直处于这个老大的地位的话，那么比特币势必呢就会被怀疑、被打压、被遗忘啊，甚至出现这个归零的可能性。但是呢，一旦出现这一天的话，那么以太坊的根基就没有了，根儿没了，上层建筑呢，它再漂亮，它也不会太长久。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个人的这个操作的思路啊。那么目前我个人呢是这个全仓的狗狗币，我会在后面呢，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天会增加一些以太坊的这个仓位。在以太坊总市值超越比特币的时候，我会出手跑路啊。刚才我们也讲到了。那么然后在下一轮的熊市中啊，我的仓位的配置的比例是比特币、以太坊和狗狗币是各占1/3的仓位。那么其他的币呢，我暂时不会去碰啊。那么至于很多人都说的这个什么爱达币啊，什么 SOL 啊，他们会取代以太坊啊，我觉得是这个想都不要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么好，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您看到现在啊。那么为了我们下次还能够相逢啊，一定要订阅起来，让我们共同进步，一起发财 ，peace。